如果你是欧皇，那么恰斯卡的蓄力一炮伤害是这样子的；如果你不欧，那么恰斯卡的一炮伤害可能是这样的。好的，这期我们通过体验服的实际呢，来具体的感受一下恰斯卡的战斗表现。这是一个灵命的恰斯卡，专武圣遗物黑曜秘典，攻双爆有效词条算了一下是 21.6 个。那我把每个圣遗物的副词条贴出来，可以看到这完美符合一个摆烂玩家的练度。而在配对方面，灵符、满命班尼特、4命莱伊拉也算是一个相对平民的水准了。那么在战斗的时候呢，当队伍中任意角色打出元素伤害，触发夜魂迸发的时候，恰斯卡的固有天赋掩护的心意会生效，追加一次攻击。纯色队伍呢是风元素伤害，有火水雷冰就是染色后的伤害，这个伤害呢是恰斯卡元素战绩子弹伤害的 1.5 倍，而且这个 1.5 是个独立程序，所以如果是欧皇打出融化，就像这样子，那这个伤害是很可观的。接下去我们释放元素战技，飞天长按重击，子弹会依次填入，最后的4颗是染色的子弹，它们遵循后入先发的原则，染色弹呢会先造成伤害。那这里怪物头上有火，第一颗水弹打出了6万多的增发伤害，接下去又打出了3次2万多的直伤，紧接着又是4000多的风元素子弹伤害和一次扩散。那么这一次重击总计打出了13万左右的伤害。那因为恰斯卡的元素附着规律是每2颗子弹附着一次，所以第6、4、1颗子弹呢是有元素附着的，所以只要怪物头上是存在元素的，那就至少能打出2次元素反应。除了一次伤害不怎么高的扩散，剩下的一次就看玩家的配对还有运气了，是融化蒸发还是超导感电，或者是其他的。那么在整一个夜魂加持的时间里面，我们一共可以释放4次重击和1个大招，操作非常简单，直接长按。恰斯卡的子弹填满后会自动释放，并且进行下一次重击的装弹。可以说恰斯卡的操作应该是没有任何门槛的，只要保证自己的伤害都能打出来就行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说护盾和抗打断还是蛮重要的，因为你肯定不想在输出的过程中被打断，导致伤害的下降。那么那些能够命中空中单位的高伤害技能，比如说小宝的导弹呀、水圣骸兽的水波啊，都可以把恰斯卡击落。那么带盾其实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选择，除非玩家愿意根据不同的环境去调整不同的配对嘛。那在这个配置下，恰斯卡的这个队伍它的总伤是多少呢？我们去打这个山王，山王呢有 164.5 万血，在一阵操作之后呢，大概打掉了 65%， 也就是说这个伤害在106万左右。那因为恰斯卡的反应比较随机嘛，所以我又多打了一次。这次呢运气比较好，打掉了 70% 左右的血，那伤害就上升到了115万左右。不过这次大招呢已经落地了，所以可能也不是一个最大值。那么如果没有专武，用这把金武的纳塔锻造武器，在同样的操作下，伤害是 82.2 万。如果用这把枫丹锻造的武器精炼1，伤害表现呢差不多是这样的，那这个血量的话大概就是在74万左右了。而恰斯卡在对群的时候就不如他对单时候表现的那么亮眼，他会依次标记范围内的敌人，然后把子弹分散的打出去，那这样一来原本高额的伤害就被稀释了嘛。所以恰斯卡这个角色我个人觉得他可能更擅长去单挑吧。最后是恰斯卡在破次数盾上的表现，可以说是非常强势了。那总体来说，恰斯卡并不是一个龙王级别的角色，但是在纳塔版本凭借自己的机制呢也有独特的优势，是一个擅长单挑又带有很强的随机性，能够应对各种 BOSS 的一个对策卡。那么相信看到这里呢，各位对于恰斯卡的一个战斗能力应该有了一些大概的了解了。那么这期我们就到这里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下期再见。